据环球网台海消息，据台湾中国时报18日报道，奥布莱恩美国东部时间16日在参加阿斯本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被问到美中是否可能因为台湾发生冲突，若中共武力攻台，美国是否准备协助台湾。他回复称，台湾海峡近100英里的水路，就两栖登陆和军事占领而言，现阶段对大陆来说很难做到。因为台湾地形并不好登陆，适合登陆的沙滩可能也就4到5个，因此大陆要对台采取两栖军事作战行动，也许要到10到15年后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北京也要考虑美国如何反应，美国有足够的工具让中共登陆台湾的努力变成危险行动。在不到据参考消息网10月19日报道，美媒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愈发积极地在推特上转发匿名者 Q 组织的一项没有根据的阴谋论：本拉登仍然活着。在不到3周后就将举行大选的背景下，此举可能会使军方成员疏远他。据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10月17日报道，军事观察人士说，总统这种在推特上转发质疑军方行动内容的喜好，不太可能帮他赢回任何支持。这肯定对他没有帮助。立场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家安全专家加里施米特在谈到特朗普这些推文时说，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军的，他们是职业军人，他们不只是在某一任总统治下当兵，他们深知自己是献身于一种特定目标的，而特朗普却似乎是在暗示他们是被愚。海外网10月19日电，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1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围的人不戴口罩，并且无视最佳的公共卫生建议后，他对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绝对没有感到惊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福奇18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指出，在看到特朗普完全暴露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保持距离，几乎没人戴口罩的危险拥挤环境中时，他就担心这位美国总统会感染。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我说天哪，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肯定要出问题。然后不出所料，那场活动变成了一场超级传播者的活动。据环球网国际消息，见不到特朗普就跳楼自杀，芝加哥地方媒体18日报道了这样一幕。当天下午，一名男子吊在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特朗普大厦的露台外，要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他还挥舞小刀威胁称，如果自己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他将割断绳子自杀。界面新闻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9日消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奈尔·德格拉斯·泰森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一颗冰箱尺寸大小的小行星可能会撞击地球。这位科学家在 Instagram 上写道，像冰箱一样大小的太空岩石小行星 2018VP1 正在以每小时超过40233公里的速度冲向我们。它可能在11月2日，即总统选举的前一天冲撞地球。泰森确信，小行星的大小不足以造成伤害。观察者网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这名反华政客近日又在台湾问题上多次说三道四。据法新社10月16日报道，奥布莱恩在当天的一场在线论坛上怂恿台湾加强实力抵御大陆，还声称大陆两栖作战能力不足，攻台非常困难。澎湃新闻报道，10月18日晚，以致敬收藏为主题的北京保利拍卖15周年庆典中的古代书画夜场中，明代画家吴彬为米万中所作长卷《十面灵璧图卷》以5.129亿元成交，成为2020年度最贵中国艺术品，同时也是全球最贵古代书画。吴彬1550至1643，明代画家，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今福建莆田黄石人）。流寓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万历年间供职于宫廷画院，供山水布置绝不磨骨，佛像人物形状奇怪，迥别前人。自立门户，是晚明人物变形主义画风和复兴北宋经典山水画风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十面灵璧图是其创作的中国画，画心高55.5厘米，长11.5米，银手一高26厘米，长1.125米。银手二高47.5厘米，长1.43米，提拔高55.5厘米，长11.32米。
描绘的是石隐安居士米万中所藏罕见奇石，分绘10图，各图皆以真实尺寸描绘奇石的不同面。除中国传统绘画笔墨外，又参以几何原理、音律节奏、五行之说。据介绍，当晚该作以1亿元起拍之后，而后以1000万的竞价阶梯开始，很快达到2亿、2.1亿、2.15亿、2.2亿，直至4.12亿、4.14亿。后有来自委托席的买家报出4.2亿，又有买家报出4.22亿。在长达3分钟的报价等待中，从4.23亿到4.24亿，再到4.25亿，最后在这2位买家之间展开竞争，最后以4.46亿元落锤。按照15%的佣金计算，最终以5.129亿元成交。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日本富士新闻网刚刚消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9日上午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自10月17日起举行所谓秋季大祭，日本领导人菅义伟于17日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另有个别国会议员前往参拜。据海外网10月19日电，据俄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周日说，俄罗斯正与伊朗发展多方面的合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将取决于当事方的需求，并以平静的态度相互准备进行这种合作。里亚布科夫补充说，俄罗斯不惧怕美国的制裁，因为克里姆林宫已习惯了这种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于本月18日结束。伊朗外交部在当日声明中指出截止到18日，伊朗可以单方面根据其防御需要，从任何来源采购任何必要的武器和装备，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出口防御性武器。对此，美国方面随后表示，尽管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已经到期，但美国仍将向对伊朗出售武器的个体或实体实施制裁。环球网消息，台媒19日报道称，2名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的外交官8日闯进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举办的双十国庆酒会现场，不仅不愿意离去，并且动手打人。不过，斐济媒体19日消息却称，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一起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工作人员对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一名职员的控告，后者8日袭击中国驻斐济大使馆工作人员。报道还提到，警方并未收到台方工作人员遭袭的报告。据观察者网消息，把4年前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就能赢得大选。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后，特朗普信奉着昨日重现式的竞选逻辑，奔赴与4年前相同的集会，追忆着4年前的荣光，怀念4年前的坐骑，去同一座教堂祈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月18日用迷信形容这位总统。政客新闻网同样观察到，特朗普总统复制了4年前的竞选策略，攻击媒体，赶场似的一个个竞选集会，用口水淹没竞选对手。内蒙古晨报消息，2005年4月10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第27中附近的一家超市老板樊某某被人杀害。侦查员立即对该案件展开了侦破工作，并将案发现场附近发现的重要证据多次送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公安部等多部门进行检验鉴定。但由于案件线索较少和受科学技术条件限制，此案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困境。15年来，玉泉区公安分局从未放弃对该案的侦破工作，多次组织警力赶赴山西省、辽宁省、河北省等地开展侦查工作，累计排查万余人次，但案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2020年以来，通过全面开展案卷物证梳理、再次物证技术比对等工作，成功破获1999年唐某被杀案。通过前期侦查走访、摸排等大量工作，于2020年10月9日，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梁某抓获。环球网国际消息，距离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事件已经过去近5个月，由此触发的全美多地反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示威活动至今仍在持续。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10月17日至18日，美国多地民众再次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发生。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月。当地时间17日夜间到18日凌晨，当地警方与抗议人群再次发生对峙。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多次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等驱散抗议人群，多名抗议者被逮捕。海外网10月19日电，今年7月，48岁的美国华裔男子巴伦里在自家门口被人连射9枪，因为打中主动脉或器官，奇迹生还。30岁的前妻凯莉得知买凶不成后，随即要求2名没完成任务的17岁少年再次下手。为保证巴伦里的安全，检方已要求被拘押的凯莉不得保释。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10月12号中午，四川绵阳的钟女士回家时，发现门把上挂着一袋包子馒头，上面还有一张外卖单，自己并没有点外卖。钟女士猜想可能是送错了，于是拿回家中等待外卖员纠正错误。没过多久，外卖员敲门，当钟女士打开房门时，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强行进入房间，抢劫1万余元后扬长而去。绵阳市公安局福城区分局工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查。10月13号，民警将邓某抓获。被抓获时，邓某还在网吧上网。经审讯，邓某对冒充外卖员入室抢劫一事供认不讳。目前，邓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据1点财经速报消息，10月19日消息，根据英国博彩公司的数据，距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半个月之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获胜概率从未如此之高。截至10月14日，拜登赢得选举的投票赔率隐含的获胜概率为 74%， 而特朗普的投注赔率隐含的获胜概率只有 33%。 知新闻报道，据外媒报道，正在比利时建设共享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商 Proximus 和 Orange British已经选择欧洲设备供应商爱立信和诺基亚来进行网络部署升级，并计划在2023年之前，网络系统中不再使用中国设备。虽然在今年7月，比利时国家电信部长菲利普就曾坚定表达过立场，不会将华为拒之门外，但电信运营商 Orange 比利时分公司以及比利时老牌电信运营商 Proximus 近日接连宣布，将以诺基亚和爱立信完全替代华为的服务以及设备。那么，欧美国家接二连三地推出针对华为的限制举措，是否意味着华为面临着全面的封锁？未来是否有翻身的可能？对于华为，我们认为它的挑战主要是指，其实任正非老先生也提到了，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在未来几个财政年度中，华为的全球营收会出现比较大比例的下滑。无论是消费端的手机业务，包括其他个人电脑终端等等业务，也包括在 5G 系统所谓电信系统级的业务方面，估计会产生相当大比例的下滑，20%至30%的下滑可能都是可预期的。但这个关口一定要闯过去，因为只要有技术的领先，就不怕别人的封锁。因为越是领先的技术越深，能够使得自己的马太效应，技术领先度的马太效应在不断加强。环球时报评论消息，澳媒称，如果中国宣布该禁令，将标志着迄今为止中澳贸易冲突的最大升级。中国的煤炭禁令可能使澳大利亚每年损失150亿澳元。在多家外媒热炒中国叫停从澳进口煤炭消息之际，澳大利亚新闻网18日刊发了澳知名记者塔里克·布鲁克以此为题的文章。文章称，如果中国宣布该禁令，将标志着迄今为止中澳贸易冲突的最大升级，将给澳大利亚造成每年150亿澳元约711亿人民币的贸易缺口，对其经济带来巨大打击。据海峡导报社消息，一个由台日两地人士组成的亲日团体樱花返乡会日前以阳明山公园管理处今年曾赠送绯寒樱苗赴日本皇室为由，向台湾当局表达希望在阳明山立起一座所谓昭和天皇樱之园的纪念碑，希望在明年花季前完工，以便与日本皇居附近同款碑遥相呼应。阳明山公园管理处研议后，依亲日团体所提条件，建议此碑可立于阳明山花中所在的阳明公园内。但台北市政府官员却表示，为什么要在台湾的土地上设立日本天皇的碑？辖管的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已加以拒绝。斐济的中国
环球网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说，据报道，2名驻斐济的中国外交官出现在台湾方面主办的一个招待会上，一个中国大陆外交官和一名台湾外交官出现肢体冲突。据台方报道，台湾外交官是被中方殴打，中方能否确认有关事件？赵立坚表示，首先，台湾在斐济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外交官，斐济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立场，并曾于2019年勒令台湾驻斐济商务机构不得使用台伪称，不得在斐济领土上搞一中一台或2个中国。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你提到的有关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台方是贼喊捉贼。中国驻斐济使馆已经发表声明，中方并要求斐方对此进行彻查。斐方表示重视中方关切，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西南空域。海峡导报综合报道，解放军自本月15号晚开始被记录到多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今天上午9时许再一次巡台。台媒报道称，大陆10月份侵扰次数似乎有明显提升状况。根据军事迷记录，本月到目前为止，台空军至少进行53次广播驱离。根据记录，上午9时，大陆军机进入所谓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高度2000米，台空军照例在空警戒，2次广播驱离。上午同时也记录到，有一架美国 RKC-135 侦察机及 KC-135 加油机在巴士海峡周边巡弋。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分析，依照高度研判，今早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仍是运8反潜机。本月到目前为止，已记录到台空军至少53次广播驱离。对于解放军军机一段时间以来接连在台湾附近空域进行演习，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也曾强调，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环球网消息，印度媒体刚刚报道说，一名中国士兵在拉达克地区无意中越境被印方逮捕，将按既定协议返回中国军队。一枚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这枚士兵无意间进入了印度领土。据环球时报环球网紧急了解，确有一名中国军人被印方扣留，但是事情并不复杂，很可能就是迷路所致。中印正在就此事沟通，印方的态度比较积极，双方之前有相关协议，并正朝着妥善解决此事的方向努力。这件事因不会导致边境地区新的紧张，能够顺利解决此事，也是2国近来协商有进展的标志。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消息，多家境外媒体近日援引海峡导报的文章称，台空军司令部将在马祖部署射程达1000公里的雄风2E巡航导弹等多种导弹，射程可达广州、福建、上海、南京等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及重要军事设施。不过，大陆专家表示，台军目前已经在东引岛上部署防空和反舰导弹，但马祖岛弹丸之地，台军的导弹阵地藏无处藏，躲没地方躲，而且距离大陆很近，大陆的火箭弹都能把它轰平，暂时根本没有发射导弹的机会。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海外网10月19日电，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教堂参加礼拜，并为教堂捐款。美媒注意到，礼拜现场拥挤，出席者不仅没能遵守社交距离，而且很少有人戴口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邮报等媒体消息，特朗普当天与其助理霍普希克斯、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一起出席了活动，3人此前均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活动中，特朗普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现金，点出几张后捐到了教堂的小桶里。顾问杠上。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推特公司又和特朗普顾问杠上了。综合福克斯新闻、路透社和今日俄罗斯消息，推特公司当地时间18日删除了白宫新冠疫情高级顾问斯科特·阿特拉斯的一条推文。该推文内容质疑戴口罩抗击病毒的有效性。路透社报道提到，在11月3日大选前，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已出现。
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今天上午外交部网站上发布的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单和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2份文件，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来而不往非礼也，赵立坚表示，美国个别政客和官员不遗余力抹黑中国，近期更是处心积虑地在环境领域污蔑诋毁中国。美方自身不仅在国内环保政策上大开倒车，也严重损害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美方在环境领域的劣迹遍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濒危野生物种、固体废弃物化学品、森林、水污染等诸多领域。今天外交部网站公布的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单和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2份文件，旨在用事实还原美国在环境领域的斑斑劣迹，戳破美国一些人贼喊捉贼的把戏。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上海警央视新闻中国之声报道，日前，网红主播廖某因涉嫌支架售假，在直播时被上海警方带走。今年6月，上海警方接到线索称，有网红主播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内销售假冒该企业品牌的服饰，警方锁定这名网红主播正是廖某。廖某直播间场均观看人数在20万以上，场均销售额超过100万，成为了不少商家想要合作的对象。在直播中，廖某不会提及这些商品的品牌名称，而是用一些具有极强指向性的奢侈品牌或款式的代号进行介绍。展示时，商品商标会贴上胶带，商品链接的图片上还会做相应的处理。而这些商品出售的价格是正品店内的几十甚至几100%，显然是挂着奢侈品标签的假冒商品。目前，警方抓获正在直播带货的廖某等犯罪嫌疑人50余名。其中41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新晚报报道，10月15日上午，垦区公安局哈尔滨分局岔林河派出所接到多名辖区群众报警，称昨天夜间自己家的房门门锁不知被什么人故意破坏了，请求警方查明堵锁眼的幕后黑手。经过调查走访，在被害人小区楼道内，民警找到一个共同的线索，有新的开锁宣传小广告的张贴。于是，民警调取并仔细查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发现15日凌晨0点左右，有2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事发小区内，2人不断进出各个单元门口。民警拨打开锁广告上的电话，杨庄居民称需要上门开锁服务。嫌疑人到达现场后发现，这不就是凌晨监控中鬼鬼祟祟的那2个人吗？在视频证据面前，2人承认了为了开锁挣钱，就用胶水堵居民门锁的事实。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瘦肉精美猪进。环球网消息，尽管曾高调欢迎特朗普政府高官访台，宣布将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不断购买美国武器，但对于11月3日美国大选，民进党当局已经做好2手准备了。据香港中评社19日报道，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当天质询，不管谁当选，对台政策会怎么样？民进党当局外交部政务次长曾厚仁回应时，却无意间透露与拜登团队接触一事，称事实现在也已经跟拜登团队有接触与意见交换。对于这一表态，中评社在报道标题中反问：看峰值已过。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一名负责疫情检测的官员表示，该国的新冠疫情峰值已过。该官员还表示，印度最终感染人数不会超过1060万。该委员会还高度评价了印度在3月份实施的封锁措施，认为这对控制新冠病毒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称自己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没有封锁措施，印度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50万，而印度目前死亡病例数为11.4万。不过，报道并没有明确解释印度这一分析模型的具体情况，也没有提供可供核实的相关。环球网消息，印度时报18日消息称，一名来自特伦甘纳邦的印度陆军士官沙切尔侯赛因因17日在所谓拉达克地区遇交通事故死亡。报道称，还有同车的其他6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侯赛因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所以他的尸体不太可能会被送回家中。事故发生时，侯赛因正前往何处也不清楚。据环球网消息，
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17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被问及印度是否应改变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政策时，做出如上回答。他表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深远影响。印度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已经在议会清楚表明了印度的立场，我认为那足够了。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印度一些媒体和学者不断撺掇政府突破底线，打个台湾牌、西藏牌。印度外长苏杰生17日在参加关于自己新书的研讨会时说，中国和印度都在崛起，并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大问题是两国如何找到平衡。据环球网消息，为了不让发展中国家使用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美国出新招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日消息，美国政府正着手推动说服发展中国家避开中国的电信设备，方法是向对方提供贷款和其他资金，使用华盛顿方面声称的更安全的替代设备。报道援引牵头这一行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邦尼·格利克的说法称，美国正准备向一些国家提供贷款和其他资金，让这些国家的供应商从所谓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从中国购买硬件。报道称，这一资金投入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观察者网消息，距离中场美国总统辩论还剩3天，打断他人说话超70次，把首场辩论推向混战的特朗普被团队建议别老插话，讨喜点儿。尽管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中都有打断对方的行为，但特朗普的插话更严重些，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最糟糕辩论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中场辩论中将如何表现，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